Hello，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狗熊啊，在新赛季新版本新的出装里面，也是出这个新装备。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上路兑现情况。这里面后面2件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做一些战士服像可雪战服也是可以的。其实没有那么规定，就是说一定是左下角的这种所谓的推荐出装比如说做可雪战服，或者说女妖面纱，它的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爆发能力也是可以，又能抵消那个技能关键技能。前期数值还是在线的，上来 W 咬一口很疼。这1级就已经入侵野区打架了。那边打那边的，这边打这边的是吧？2大数值怪的数值拼那个互拼，全是努力与汗水是吧？上单五虎嘛，上单五虎。其实葵桑提没有出来前就已经有上单五虎这么一说了，当时是什么狗熊、色提，还有谁剑魔、铁男、诺手，上单五虎。其实葵桑提的话，它属于3体人，你知道吧？就是那种超出当时出来这个英雄。你看他只有削没有加强的，我就没见过哪个英雄是吧？你看剑魔那些、诺手那些是吧？从经历了改版，然后经历了削弱，也经历了加强才有所谓的是吧？上单五虎之说。你看人家这个葵桑提出来就是超越众神之神，你知道吧？人马来了，就看他这个走位，很明显就是对面过来抓人了，不然这个血量是不可能回头的。那狗熊这边利用大招的这个抵消控制，位移加抵消控制，拉开距离以后也是能跑。反正现在赛季初，说实话，你说真的很强的那种上分的技巧，其实没有。像杰拉这个英雄呢，也是利用了 bug， 所以才第1天打得那么凶，就后面已经是被修复了的。但杰拉做纳什之牙是有那个攻速加成的，好像。不过好像是修复了，是吧？不能再做纳什之牙了，我不太清楚。葵桑提做了那个布甲装备他做了布甲鞋，其实应该做那个魔抗鞋的。这种就是很死板的，不去判断对面会做什么装备，你知道吧？这里面在直播间，我不知道在国外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送的礼物有不同的那种礼物嘛，所以有一些礼物就是千奇百怪的礼物。然后这边刚刚他为什么能这样子操作，其实就是为了去看礼物了，因为人家毕竟我录制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直播嘛，肯定要去感谢观众的所以有时候不可能说每都专门的这种教学局是吧？但玩游戏的确实收礼物收的会比较少，我感觉，特别是英雄联盟这一块，本来就没什么热度。这葵桑提玩的一般还怎么大招能这么掰的？
他借个力往后掰都可以啊，就是借位是吧？往后掰，可以看到，狗熊数值还是在。你如果换其他上单，已经有可能被单杀了。好，我们看一下出完第一件装备以后效果怎么样。然后这里面第二件的话就是做峡谷制造者，这就是就是贯穿整局的一个核心装备啊。然后后面3件你可以自己去做判断，如果有优势，你甚至做那个可血战斧，第3件做可血战斧，或者说第3件做那个钢臂那件装备也是可以的。这个装备出来以后，就完美的质变，你没发现？哎，就攻速什么都有了，伤害也有，我天！哎，不过有个点啊，这里面对面出装出错了，对面是出了布甲鞋，没有做魔抗鞋，你知道吧？因为打狗熊，现在打狗熊你要听着啊，一定要做魔抗鞋，不然你根本扛不住他的伤害。先让他顶，没关系。他好像是还做了那个什么小反甲，我靠！哎，你们发现对面魁桑迪一顿操作猛如虎啊，但没用啊，咬住这边准备好大招，对方敢躲回塔里面就直接越，但站着不动 A， 你没发现吗？就已经是就完美的数值碾压了，这属于是经济和数值上的碾压。大都不用放的，对面魁桑迪猛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就意思就是看起来操作就是看起来很忙，其实没什么用。团战乱战，大招的话不用太着急放啊，这时候留人这个大招，对吧？这里追人的时候，咬一口结束，闪现追。这里的话越塔有点问题不大，好吧？我还以为会被绕塔什么的，没想到啊，毫无机会哦，我的对面。我感觉玩什么万豪哦，玩什么这其他，我跟你说，这是版本上单 ，AP 上单，赶紧玩。特别是那种 AP 坦克上单，是吧？就又肉又有输出，都已经就是这种玩这种就是玩这种英雄，你就属于那种躺在床上玩就行了，都不用坐起来，用坐吗？脑子都不用考虑的。就躺下来玩，确实会让大脑，就是说转不过来。有时候坐着的时候，能让你的大脑充血没那么厉害。其实这套出装，狗熊，其实我之前就有说过嘛，黄昏与黎明这件装备其实就是 AP 装备的那个3项的。就对位来说啊，从跟 AD 装备对应的情况下来说，像龙女的话，其实应该也是可以出的。毕竟，哎呀，我这边之前不，你们就是很多网友都很想要看自己想看的英雄。但我这边有时候录制不到，就是没那么快录制到，或者说是那种叫什么，那种叫什么，就是录制到了，但没那么快，我得按着顺序来，慢慢来，对吧？因为大家都有想看的，所以只能说有素材，或者说那个叫什么，刚好有录制，就是刚好有好的素材的时候，有一些录制到了，不一定有好的素材，你知道吧？这里1打3的话还是有点勉强啊，对面阿卡丽的那个爆发还是太高了，
如果1打2的话，其实打上单和打野是完全没问题。打对面的魁桑提跟人马是随便打的，打3个就直接拿大招跑就行了。其实，甚至还可以做这个也是可以打做吗？放学者的诅咒。你可以看到这血量也是完全够的啊，有那个什么不灭之握，慢慢的在那叠生命值，这里咬过来 W 咬一口，一直 A 追着 A 就完事儿了，再 W 咬一口，后面咬一口好疼啊！W 有护盾能扛，这里再咬一口消耗血量，等下一波兵线来就可以越了。先把被动叠一叠，对方应该不敢往前走了吧？还想守这个塔，还想守那就得留下来了。说实话，要大招。一给闪现出塔吗？不用，甚至还 A 了2下塔。这里想走，咬住回来吃个护盾，但对方血量还是太厚了，血量还不是很好。有点脆，还是要再做一点那个肉，做一点容错。3级鞋子，如果这一波有3级鞋子加一些，再血量再厚一些，其实还真血量再多一些还真能打。做面具肯定是不行的啊，因为面具其实不适合给到狗熊身上。这里做放学者诅咒。其实后面的话做 AD 装，做混伤就行了，就做 AD 的战士装，或者说做那种有伤害又有容错的一些装备，就或者说能补伤害的，有装备伤害的，或者说有那个移速能加移速的，稍微有点抗性的，知道吧？伤害其实完全够用的，你可以看到现在打这个对面的魁桑提是完全够用的。你要考虑现在这种情况下，队友是有点菜的啊，就动不动就死了。这边明明线上已经打爆对面了，但是队友的话还是送的不少啊。这里就带线，有 TP。可以随时赶过去的，不怕。交 TP， 我会不会掰呢？没有掰，还好。对面魁桑迪慢了一步。来了，果然蹲到了。先秒阿卡丽。然后后面黏住人打就行了，但队友怎么全没了？再回头咬一口，这血量对面有重伤啊，已经拉满了这局，一个人扛了5个人的伤害。其实伤害是够的，就是抗性，所以还是要做一些能让自己就是说回血啊，或者说像就是说有伤害的，然后又有一定坦度的装备，所以就是做肉装，或者说做一些我觉得可血战斧其实就挺好的。如果人多，毕竟你打狗熊的话，肯定要多个人集火嘛。然后如果你能粘过去，然后一个可血回一大口血，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大招的话，就真的要么进塔开团的时候用，要么就是留来追人或者说逃跑的时候用。大招还是很那个的，像这种没有前排，你就是个前排的话，你这个大招真的要拿捏好。上来 W， 利用 W 去多吃一些伤害啊！这个护盾，这个大招砸过来，但砸不到人啊。然后自己的话应该是能活吗？哇，这个吸血硬吸回来了。你看，做了这个什么双生花的话，它这个坦度就够把这个血量给卡住，你知道吧？再加上这个龙魂，这个版本的龙魂一定要去控龙，拿到龙魂，龙魂很关键这个版本。但先锋其实先锋也很不错，先锋在这个版本你前期能拿医学塔，真的很赚。那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